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看见未来吗？从一部播了30多年的动画片，到500年前法国的一位占星师，再到巴尔干半岛上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他们说出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在现实中应验。巧合、玄学，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宇宙法则？更恐怖的是，就在你看这支影片的此刻，2026年4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火刚刚按下暂停键，一场持续40天的军事行动，代号史诗之怒，从空袭到导弹互射，从荷默兹海峡封锁到全球油价暴涨，整个中东被炸得面目全非。停火协议才刚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达成，但以色列转头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世界还远远没有平静下来。而这场战争竟然早就被一部卡通预言过了，没错，又是他，辛普森一家。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倒数，一路聊到第1名，看看全世界最惊人的10个预言究竟是什么。有些预言来自一部看似荒诞的动画，有些来自500年前的神秘诗集，有些来自一位连字都不会写的盲眼老妇，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让你看完之后很难再安然入睡。而第1名直接指向了人类文明的终结。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在正式倒数之前，我想先聊聊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对预言如此着迷？你想想看，从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到中国的推背图和烧饼歌，从玛雅人的长记历到圣经里的启示录，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预言家的身影。心理学家说，这是因为人类天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触发我们大脑中的恐惧反应，让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而预言无论真假都能给我们一种控制感。如果我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就能提前准备，我就不那么害怕了。这种心理需求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几万年来从未改变。但今天要聊的这10个预言和一般的江湖算命完全不同，它们有据可查，有时间节点，有具体细节，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们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这才是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好，不废话了，正式开始。第10名，辛普森一家预言智慧手表。1995年，辛普森一家第6季第19集播出了一个名叫丽莎的婚礼的故事。这一集很特别，他把时间线推到了15年后的未来，也就是2010年。在这个虚构的未来世界里，丽莎在英国留学时爱上了一个叫修的男人。有一幕，修拿起手腕上的一块小荧幕，对着他说话，拨打电话，还能进行语音辨识。那个装置长得和后来的智慧手表几乎一模一样。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哈哈一笑，觉得编剧脑洞真大。毕竟在1995年，手机都还是板砖大小的笨重玩意儿，谁能想到有一天人们会在手腕上打电话？然后时间快转到2015年，苹果公司正式发布了第1代 Apple Watch 手腕上的小荧幕，语音通话、健康监测、智慧辨识，几乎就是动画里那个装置的现实翻版。这集动画足足早了现实20年，而且同一集里出现的未来元素远不止智慧手表，编剧还描绘了视讯通话的场景。那可是在苹果的 FaceTime 功能诞生的15年之前，他们还预见了图书馆被数位化取代的趋势。在那个虚构的2010年里，实体图书馆已经变得冷冷清清。那时候互联网才刚刚起步，电子书这个概念根本还没有成型，谁会想到纸本书有一天会被大规模替代？但最让人拍案叫绝的还不是这些。同一集里，编剧甚至开了一个关于滚石乐团的玩笑，说他们在2010年还在巡回演出。结果滚石乐团真的演到了2020年代，成为了摇滚史上最长寿的巡演乐团之一。节目主创之一埃尔杰恩后来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们的编剧团队里有很多哈佛和麻省理工毕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当你把这么多聪明人关在一个房间里30年，让他们天天想象未来，总会有些东西碰巧说中。他还说，如果你投够多的飞镖，总会有几个正中红心。可问题是，碰巧1次2次可以理解，碰巧几十次呢？而且他们藏的彩蛋有时候深到令人啧舌。比如在一个看似搞笑的场景里，一块黑板上偷偷写了一条数学方程式，
后来被科学作家西蒙·辛格发现，这条方程式可以推算出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而且数值和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实际测量的结果只有微小偏差。这到底是脑洞大，还是真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起作用？我们继续往下看。第9名，辛普森一家预言迪士尼收购20世纪福斯。1998年第10季第5集《当你向星星许愿》里有一个不到2秒的镜头，故事本身和预言没什么关系，讲的是河马偶遇了好莱坞明星，然后闹出一堆笑话。但就在其中一幕的背景里，画面上出现了20世纪福斯的经典标志，那个全世界都认识的探照灯雕塑，不过底下多了一行小字，写住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部门。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编剧在拿自家东家开玩笑，毕竟福斯是辛普森一家的播出平台，编剧经常自黑自嘲。巴特在辛普森大电影里穿上米老鼠的衣服，说过一句更狠的：我是一个邪恶公司的吉祥物。这种自嘲式幽默在节目里司空见惯，谁也不会当真。然后2019年3月，迪士尼以710亿美元正式完成了对21世纪福斯的收购，辛普森一家的角色从此和米老鼠、冰雪奇缘的艾莎，还有漫威的超级英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1998年的那行小字，安安静静地等了21年，等到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你能想象吗？在1998年，迪士尼和福斯是好莱坞的2大巨头，彼此在票房市场上厮杀的你死我活。没有任何分析师，任何行业内部人士，任何人会预测到迪士尼有一天会把福斯整个吞下去。这在当时就好比你今天说麦当劳会收购肯德基一样荒谬。可是动画里那行小字就那样放在那里，等着21年后的现实追上他的脚步。制作人比尔·奥克利后来也承认，这种事情确实很诡异。他说，我们当时只是想开个玩笑，完全没想过这会成真。但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预言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深层的洞见。迪士尼是一个以 IP 为核心的帝国，它的商业模式就是不断收购具有价值的故事和角色，从皮克斯到漫威，从卢卡斯影业到福斯，这条路线在回头看的时候几乎是必然的。辛普森的编剧们也许并不是在预言一个具体的收购事件，而是在讽刺一个趋势，一个娱乐产业不可避免的垄断化趋势。他们用一行小字嘲笑了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未来，而那个未来最终兑现了。这到底是预言的力量，还是讽刺的力量？也许两者之间的界限比我们以为的要模糊得多。第8名，辛普森一家预言特朗普当选总统。这大概是所有辛普森预言中最广为人知，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2000年3月19日，第11季第17集《巴特的未来》播出。在这一集里，一位印第安裔的神秘占卜师让巴特看到了自己长大后的生活。成年的巴特穿着花衬衫，踏住拖鞋，是个典型的失败者。而他的姐姐丽莎却成为了美国史上第1位女总统。丽莎走进白宫的第一天，坐在办公室里对幕僚说了一句后来响彻全球的话：众所周知，我们从特朗普总统手里继承了相当大的财政危机。幕僚告诉他，国家因为前任的管理不善而破产了。当时的特朗普确实有过竞选念头。2000年，他短暂考虑以改革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甚至成立了一个探索委员会，但很快就放弃了。所以编剧选择特朗普并非完全凭空臆想。写这集的编剧丹格里尼后来告诉好莱坞记者报，他说，我们选特朗普是因为觉得他代表了美国走向疯狂的最后一战，这只是一个对美国文化走向极端的讽刺。他说这是触底之前的最后一战，结果触底真的来了。2016年，特朗普以黑马之姿赢得大选，入主白宫，全世界震惊。编剧室里据说一片沉默。节目制作人埃尔杰恩在推特上发了剧中截图，写道，如我们在2015年所预言的那样，那一周的片头黑板上写着5个字，说对了，真糟糕。然后2022年，特朗普宣布再次参选，2024年他又赢了。而现在2026年4月，他正坐在白宫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对伊朗的战争，在停火协议达成前的几个小时，还在推特上威胁说一整个文明今晚可能会死亡。从一个笑话到改变世界格局的现实，这中间的距离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短。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在同一集里，丽莎穿着紫色套装和白色珍珠项链出场。2021年1月，贺锦丽以副总统身份参加就职典礼时，穿的是紫色大衣配珍珠项链，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对比，简直像是同一个人。编剧麦克斯卡利后来说，紫色可能是动画师随手选的颜色，珍珠嘛，丽莎本来就一直戴着，但如果这都是巧合的话，那上帝的骰子也掷得太准了吧。第7名，辛普森一家预言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听。2007年夏天，辛普森一家大电影上映了。电影讲的是春田镇被政府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封锁起来的故事。其中有一幕，玛姬决定揭发政府的阴谋。丽莎担心地说，我们说的话可能会被人听到。玛姬安慰她说，哦，丽莎，政府怎么可能在监听每个人的对话呢？话音刚落，镜头就切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总部。一个巨大的监控室里坐满了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戴着耳机，面前摆着荧幕，正在监听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的电话。观众笑了，这不就是典型的辛普森式讽刺吗？夸张到荒谬，搞笑到不行。谁会真的相信自己的政府在监听自己打电话？6年后，2013年6月，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从夏威夷飞到香港，把一大堆绝密文件交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文件揭露了一个叫棱镜计划的东西。国安局通过这个计划，直接从谷歌、苹果、脸书、微软等科技巨头的伺服器里调取数据，监控全球数十亿人的电子邮件、通话记录、即时通讯和上网行为。不只是美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被监控，甚至连德国总理梅克尔的手机都被窃听了。电影里那个搞笑桥段几乎原封不动地在现实中重演了，差别只在于现实版的规模比电影里描绘的还要大得多，还要恐怖得多。这次预言的诡异之处不仅在于概念上的吻合，更在于细节。电影里呈现的国安局监控室的布局、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甚至机构的名称和标志都是真实的。你说编剧是瞎猜的，也许，但也有人忍不住会想，编剧室里是不是有人曾经在华盛顿的某个机构工作过，或者他们只是太了解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了。有一位前国安局分析师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我们看到那个电影片段的时候，办公室里没人笑得出来。这件事之所以震撼，不只是因为预言的准确性，更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那就是普通人一直都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一直都怀疑，但我们选择了不去面对。辛普森的编剧把这个公开的秘密变成了一个笑话，然后斯诺登把这个笑话变成了现实。也许真正的预言从来不是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而是大声说出你一直在假装不知道的事情。第6名，88万家预言911恐怖攻击。现在我们离开春田镇，穿越大西洋，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深山之中。88万家，本名万格利亚·潘德瓦·古什特洛娃，1911年出生在保加利亚一个叫斯特鲁米查的小镇。他的童年算不上幸福，家境贫寒，母亲早逝。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2岁那年的一场灾难。一场猛烈的尘暴将他卷入空中，沙粒灌进了他的眼睛。等他被找到的时候，双眼已经严重感染，经过多次手术都无法恢复，他从此永远失去了光明。但据他自己和周围的人说，就在失去肉眼视力的同时，他获得了另一种视力。他开始能感知到其他人的过去和未来，能描述从未见过的人的长相，能准确说出陌生人家中发生过的事情。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前往他的住所求教。到了2战期间，连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3世都去拜访过他。后来苏联时期，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曾向他问计。他的小屋门口常年排住长队，有人甚至要等好几个月才能轮到。他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发生在1989年，那一年柏林墙刚刚倒塌，冷战即将结束，全世界沉浸在和平的喜悦中。但88万家却说了一段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恐怖，恐怖！美国的兄弟将在钢铁之鸟的攻击下倒塌，群狼将在灌木丛中嚎叫，无辜的鲜血将四处喷涌。12年后，2001年9月11日，
基地组织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其中2架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1架撞上了五角大楼，1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上，将近3000人罹难。信徒们逐字逐句地分析88万加的话，钢铁之鸟就是被劫持的飞机，美国的兄弟就是双子塔，2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像兄弟一样并肩而立。而最让人汗毛直竖的是灌木丛这个词，在英语里，灌木丛是 bush， 而911事件发生时，坐在白宫里的美国总统名字叫乔治·沃克·布什。3重巧合叠在一起，让这段预言成为了21世纪被讨论最多的神秘学话题之一。怀疑论者会指出很多问题。88万加是盲人，他从不自己书写任何东西，所有预言都是身边的人口述记录下来的。这些2手甚至3手的资料，在经过翻译从保加利亚语到英语的过程中，又不知道走样了多少。而且很多所谓的预言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被发现或回忆出来的，这就给了事后追溯的空间。你知道人类的记忆有多不可靠吗？我们会无意识地修改自己的记忆来匹配已知的结果，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后见之明偏误。但不管学术上怎么解释，民间的信仰是坚定的。据说保加利亚和苏联的科学家曾经对他进行过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和测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的预言命中率高达 85%。 这个数字被无数媒体引用，虽然其严谨性存疑，但他确实让88万加成为了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预言家之一。这里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每次世界发生重大灾难，人们第一反应不是去看专家分析，而是去翻预言书。911之后，诺斯特拉达姆斯和88万加的搜索量在全球暴增了几十倍，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也是一样，现在美伊战争爆发了又是一样。心理学家说，这是因为当现实变得太过恐怖、太过不可理解的时候，人类的大脑需要一个解释框架。如果一件事是被预言过的，那它就不是完全随机的，不是完全不可控的。预言给了我们一种奇怪的安慰，哪怕那个安慰本身也很恐怖，它至少让我们觉得宇宙是有某种秩序的，有某个更高的智慧在掌控一切。而在一个看起来越来越混乱的世界里，秩序感，哪怕是虚假的秩序感，也是一种珍贵的东西。好了，继续倒数。第5名，88万加预言库尔斯克号潜艇灾难和多位领导人的命运。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北方舰队的骄傲奥斯卡级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库尔斯克号在巴伦支海参加海军演习时发生了一场致命事故，艇上的一枚鱼雷因燃料泄漏而爆炸，2分钟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讯爆，巨大的冲击波摧毁了潜艇前部，库尔斯克号迅速沉入海底，艇上118名官兵全部罹难。后续的救援行动因为俄罗斯政府最初的拒绝外援而备受争议，整个悲剧震惊了全世界。而早在1980年，整整20年之前，88万加就说过一句话，大约在1999年8月，库尔斯克将被水覆盖，全世界都会为之哭泣。他说的库尔斯克指的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城，一座以2战时期最大规模坦克会战闻名的历史名城。他可能根本不知道20年后会有一艘以这座城市命名的潜艇，时间上他也差了1年。但被水覆盖和全世界都会为之哭泣这2个描述，与一艘沉入海底的潜艇和全球哀悼的场景吻合的实在太精准了。他在政治预言方面同样惊人，据传他预言了美国第44任总统将是一位黑人男性。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完美应验。不过他还加了一句更令人不安的话，说这位黑人总统将是美国最后一位总统。这个显然没有成真，但有人把它解读为最后一位正常意义上的总统，从而试图把它和此后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联系起来。他还预言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遇刺。1969年他就说过，那条裙子会毁了他。我看到烟火中的一条橙黄色裙子。1984年10月31日，甘地穿着一件藏红色纱丽被他自己的锡克族保镖开枪射杀，颜色、死因连服饰都对上了。最后他甚至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日期，他说自己会在1996年8月11日离世，享年85岁。那一天他真的因乳腺癌去世了。
他的葬礼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人前来悼念。一个从未离开过巴尔干半岛小山村的盲眼老妇人，在死后成为了全球最被关注的预言家之一。第4名，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希特勒的崛起和2次世界大战。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500年，米歇尔·德·诺斯特拉达姆斯150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他最初是一名医师，在欧洲黑死病肆虐的年代里救治病人。后来他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在巨大的悲痛中转向了占星术和神秘学。155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百诗集》的书，里面包含了900多首4行诗，据说每一首都在描述未来的某个事件。这本书出版至今接近500年，从未绝版。每到社会动荡的时期，销量就会激增。其中被讨论最多的一条预言，被认为是关于希特勒的崛起。原文用的是晦涩的中世纪法语，翻译成现代语言，大致是：在西欧的深处，一个贫穷家庭的年轻人，他将以雄辩的舌头诱惑大批追随者，他的名声将传遍东方的王国。另一首诗里则提到了一个名字希斯特，信徒们坚称这就是希特勒的拉丁化变体。阿道夫·希特勒确实出生在奥匈帝国边境的一个小镇，家境确实贫寒，他确实以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征服了德国，他发动的战争确实烧到了东方的苏联。这些吻合让无数人深信诺斯特拉达姆斯是真正的先知。怀疑论者的反驳同样有力，希斯特实际上是多瑙河下游一段河流的古拉丁语名称，和任何人名都没有关系。而且诺斯特拉达姆斯的诗句充满了模糊的隐喻和双关语，几乎可以被套用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强势领导人身上。拿破仑的崛起，墨索里尼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你挑一个都能找到几分相似。这就是所谓的巴纳姆效应，语言越模糊，越多人觉得说的就是自己。但有趣的是，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另一些预言却出奇的具体。他似乎预言了1666年的伦敦大火，写道：正义之血将在伦敦被要求在6×6+6的大火中焚烧。他似乎预言了法国大革命中路易16的命运。他甚至被认为预言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写道在2座城市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浩劫。每一条预言单独拿出来看，都可以找到合理的替代解释。但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个500年前的法国人命中的频率之高，确实让人不太舒服。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2战期间，诺斯特拉达姆斯成了双方的宣传武器。纳粹德国有一个专门的宣传部门负责解读他的诗句，试图证明德国的胜利是命中注定的。他们甚至印刷了大量传单，上面引用了经过精心挑选和重新翻译的诗句，从空中洒向敌国的土地。而英国这边也不甘示弱，英国情报机构雇佣了自己的诺斯特拉达姆斯专家，重新解读同样的诗句，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然后同样印成传单空投到德国上空，告诉德国人他们注定会失败。一个500年前的法国占星师居然成了20世纪最血腥战争中的心理战武器。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它说明了一件事：预言的力量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而当人们处于恐惧之中时，他们几乎什么都愿意相信。到了2026年，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第1周，百诗集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畅销书榜单上重新上榜。人们在战火和油价飙升的焦虑中翻开这本500年前的书，试图找到哪怕一点关于明天的线索。500年了，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反应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依然在恐惧中寻找先知。第3名，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7个月的大战与2026年的美伊冲突。现在我们来到了此刻正在发生的事，让我先快速回顾一下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因为它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复杂得多。2023年以来，中东局势就一直在升温。以色列和伊朗在2024年直接交换了导弹攻击。2025年6月爆发了持续12天的战争，以色列重创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核基础设施，美国甚至出动轰炸了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设施。2025年底到2026年初，伊朗货币崩溃，国内爆发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伊朗安全部队对抗议者进行了血腥镇压。2026年1月2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如果胆敢杀害和平抗议者，美军已经上膛待发。1月底，他宣布一支舰队正在驶向中东，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导弹驱逐舰。2月中旬，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了间接核谈判，但没有结果。2月24日，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说中指控伊朗重启核武器计划。4天后的2月28日凌晨，史诗之怒行动正式启动，美国海军发射了战斧巡弋飞弹，空军出动了 B-2 隐形轰炸机，以色列空军同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斩首行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高级官员在袭击中丧生。伊朗随即以数百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反击，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和巴林、科威特、卡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一架无人机击中了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杜拜国际机场遭到打击，一度停摆。伊朗封锁了荷默兹海峡，炸沉了多艘试图通过的商船，全球油价一夜之间飙升。美国的加油站价格突破了每加仑4美元。印第安纳州州长甚至紧急宣布了为期1个月的燃油税假期。40天后，也就是昨天2026年4月8日，在巴基斯坦总理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为期2周的停火。伊朗同意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美国同意暂停空袭。谈判定于本周五在伊斯兰堡举行，但停火宣布后的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空袭。内塔尼亚胡说，停火不包括黎巴嫩。伊朗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手，海峡会再次关闭。科威特和阿联酋报告说，在停火后仍然遭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攻击，整个局势一触即发。而这一切与诺斯特拉达姆斯的一首4行诗形成了令人脊背发凉的对照。诗中写道：7个月的大战，人民死于邪恶，鲁昂、埃夫勒，国王不会失败。如果从2026年2月开始算起，7个月就到9月，这场冲突真的会持续到2026年秋天吗？另一句，巨大的蜂群将在夜间伏击中崛起。蜂群在现代语境下几乎就是无人机群的完美隐喻。而这场战争中，无人机确实扮演了前所未有的核心角色。必须强调，诺斯特拉达姆斯从未明确写过2026，但当现实和500年前的诗句之间的巧合越积越多时，你很难不停下来想一想。第2名，辛普森一家预言美伊战争。就在史诗之怒行动发动后的几天之内，一段据称来自辛普森一家的片段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影片中似乎出现了美国对中东国家发动空袭的场景，河马一家人紧张地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相关帖子获得了数千万次观看，评论区里一片辛普森又预言对了的惊呼。但事实是什么？多家事实查核机构进行了调查后，得出了明确结论：辛普森一家没有任何一集明确预言了2026年的美伊战争。很多疯传的影片是从不同集数里截取画面拼接而成的，有些甚至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完全虚假的画面。在这个深伪技术日益成熟的时代，制造一段看起来像模像样的辛普森预言片段只需要几分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辛普森一家确实多次触及过相关主题。这部动画播了超过35年，制作了超过800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讽刺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描绘过中东冲突的荒诞，甚至在1987年的最早期短片里就让河马喊出了第3次世界大战。在无数个万圣节特辑里，春田镇经历过核灾、僵尸末日、外星入侵，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灾难场景都演过一遍。所以与其说辛普森一家精确预言了美伊战争的每一个细节，不如说这部动画是一面持续了30多年的镜子。它反映的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它反映的是美国社会骨子里对战争的焦虑，对领导人决策能力的怀疑，对世界失控的恐惧。当你把800多集的内容摊开来看，总会有几集的某个画面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得上。这不是预言，这是统计学，但它也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辛普森一家的预言之所以总是应验，不是因为编剧能看见未来，而是因为人类的愚蠢
是可预见的，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而辛普森只不过是把这些错误提前演了一遍。说到这里，我想额外聊一个很多人可能忽略的角度，为什么偏偏是辛普森一家，而不是其他任何一部长寿动画？日本有上百部连载了几十年的动漫，欧洲也有不少经典的长寿漫画，但没有一部作品像辛普森一家这样频繁地被拿来和现实事件比对。原因其实很简单，辛普森一家的核心不是科幻，不是奇幻，而是对美国社会的精准讽刺。他的每一个笑话都植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他嘲笑的是真实世界里真实存在的问题。所以当这些问题在未来以某种新的形式爆发出来的时候，人们回头一看，辛普森里早就演过类似的情节。这不是超自然的预言，这是讽刺的力量。一个好的讽刺作品不仅能准确描述当下的荒谬，还能预见这种荒谬在未来会以什么形式延续。因为荒谬的根源从来不会改变，贪婪不会改变，短视不会改变，权力对人的腐蚀不会改变。只要这些东西不变，辛普森一家就会继续命中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辛普森的美伊战争预言排在第2名而不是第1名，因为它的本质是可以被理性解释的，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一群聪明的编剧对人性规律的深刻把握。而第1名88万家的末日时间表则触及了一个更加根本也更加恐怖的问题，那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最终命运。第1名88万家的人类末日时间表。好啦，我们来到了最后1名，也是最让人不安的1名。所有前面的预言无论多么惊人，都只是关于某一个事件的，而88万家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是一张跨越3000多年的时间表，从当下一直延伸到宇宙的终结。在1996年因乳腺癌去世之前，88万家据说留下了对每一年直到5079年的预言。这份时间表被他身边的人记录下来，在他死后逐渐流传开来。每到新的一年，媒体就会翻出他对那一年的预言，看看有多少应验了。让我带你走一遍这份时间表上那些最令人震撼的节点。2025年，他说这一年将是人类衰落的开始，春天会在东方爆发一场战争，有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他还预言了毁灭性的地震。2025年3月，缅甸和泰国确实遭遇了 7.7 级的强震。而东方的冲突呢？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以色列的战火在中东蔓延，然后就是2026年初的美伊战争。2026年，他预言了灾难性的火山爆发、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以及人工智慧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冲突这一条不用说了。2028年，人类将开始探索金星作为能源来源，听起来很疯狂，但美国航天局确实在规划前往金星的探测任务。2033年，极地冰盖大规模融化，海平面急剧上升。以目前全球暖化的速度，这个预言的方向至少是对的。再往后看就更加科幻了。2043年，欧洲的治理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2066年，一种新型的气候武器被开发出来。2170年，全球性大旱摧毁大部分农业。2304年，人类破解月球的秘密。3005年，火星上爆发战争。3797年，地球上的生命完全消亡，但人类已迁移到其他星系。最后5079年，宇宙本身走向终结。你大概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金星能源、火星战争、宇宙终结，这些更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剧情梗概，而不是什么严肃的预言。但问题在于88万家在近年预言中的命中率，他预言的2022年全球旱涝并行是真的。英国那年经历了自1935年以来最干旱的夏天，同时澳洲悉尼4天下了8个月的雨。他预言的2025年大地震是真的，他预言的2026年冲突升级是真的。每一次命中都让这份时间表的分量又重了几分。当然他也有明显的失误，他说2010年到2014年会爆发核战争，没有。他说2017年欧洲会不复存在，欧洲还好好的。他的信徒声称的 85% 命中率也从未被任何严谨的学术研究所证实。但这份时间表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某一年的某一个预言是否应验，而在于他描绘出的那条曲线，那是一条漫长的、
不可逆的衰亡曲线。从2025年的衰落开始，经过无尽的战争和环境灾难，到人类被迫离开地球，最终整个宇宙走向沉寂。这条曲线最让人心惊的地方在于它的逻辑链，冲突加剧导致资源争夺，资源争夺加速环境破坏，环境破坏催生更多冲突。看看2026年4月的世界，美伊战争不就是因为石油、核武器和地缘政治的控制权吗？荷默兹海峡一关闭，全球经济就打喷嚏，油价一涨，普通人在加油站就叫苦连天。战争催生难民潮，难民潮加剧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为下一场冲突埋下种子。这个循环不需要任何预言家来告诉你，它就在你眼前转动着。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看见未来吗？也许能，也许不能。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所谓的预言，无论是诺斯特拉达姆斯500年前的诗，88万家病榻上的呓语，还是辛普森一家编剧室里的脑爆，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人类是一种会反复犯同样错误的物种，我们制造冲突，我们破坏环境，我们追逐权力，我们口头上说住要改变，身体却诚实地走向同一个深渊。当你足够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你就能大致预测出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的未来不是未知的，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过去，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和服装再演一遍。但如果88万家的时间表有哪怕一丝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正站在那条衰亡曲线的起点上。2026年，美伊战争，全球经济震荡，油价飙升，航运中断，黎巴嫩被炸成废墟，停火协议摇摇欲坠，世界领导人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威胁，这一切也许只是开胃菜。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继续沿着那条曲线滑下去，成为预言中注定灭亡的物种，还是有勇气在某个时刻停下来，打破循环，改写结局。你知道吗？在研究这期影片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辛普森一家的编剧，还是诺斯特拉达姆斯，还是88万家，他们的预言有一个共同的底色，那就是悲观。辛普森一家的世界里，政客是腐败的，企业是贪婪的，普通人是愚蠢的。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百诗集里充斥着血雨、火焰、瘟疫和战争。88万家的时间表以宇宙的终结收场，没有一个预言家描绘过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为什么？是因为未来真的注定是黑暗的吗？还是因为悲观的预言更容易被记住，更容易被传播？你想想看，如果88万家说的是2026年，全世界会很太平，大家都很开心，这种预言有人会讨论吗？没有，只有恐怖的、灾难性的预言才会被疯传。这是人类大脑的另一个特征，叫做负面偏误。我们对坏消息的关注度天生就高于好消息，所以能在历史中存活下来的预言几乎全部都是坏消息。那些说未来很美好的预言早就被遗忘在历史的垃圾堆里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所有预言都经过了一个严酷的筛选过程，只有最恐怖的、最耸人听闻的，最后碰巧和现实对上了的那几个才会被我们记住，其他几百上千个没对上的没人提。这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辛普森一家播了800多集，每集有上百个笑话和场景，其中有几十个和后来的现实碰巧吻合了，我们就说他能预言未来。但那另外几万个没对上的笑话呢？没人会做一期影片叫辛普森一家没有预言到的10000件事。所以也许预言的真正秘密不在于预言家有多厉害，而在于我们作为观众有多擅长在海量的随机信息中寻找规律。我们天生就是模式识别机器，我们会在云朵里看到脸，在股市图表里看到趋势，在500年前的诗句里看到今天的战争。这是我们的超能力，但也是我们的弱点。但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预言都只是巧合，都只是幸存者偏差，都只是人类大脑的模式识别错觉，那又怎样呢？它们依然有价值，因为它们迫使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正在走向何方。当你看到88万家说2025年是人类衰落的开始，你可以嗤之以鼻，也可以环顾四周，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在变得更糟。当你看到诺斯特拉达姆斯写下7个月的大战，你可以一笑置之，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荷默兹海峡被封锁对你的生活意味着什么。预言不需要，是真的才有意义，它只需要让你开始思考。毕竟预言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告诉你未来会怎样，而是提醒你，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未来就会怎样。